当地时间1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一起到访乌克兰，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外交部长瑟比加进行会面。美英双方会后宣布，分别向乌克兰提供7亿美元以及6亿英镑援助。但对于是否要授权乌方使用足以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的远程导弹，美英双方没有明确表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基辅与布林肯和拉米会面，三人先握手合照，随后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作战能否取胜，大部分取决于美国提供的援助。布林肯和拉米之后与乌克兰新任外交部长瑟比加举行三方会谈。瑟比加提到伊朗怀疑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一事，希望西方国家授权乌克兰在战事中使用远程导弹。在随后举行的三方记者会上，布林肯并没有正面回应远程导弹的议题，只表示将会与总统拜登讨论。美方同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总价值7亿美元的援助，接近一半用作协助乌克兰在寒冬来临前巩固电力基建，其余用作人道援助及扫除地雷计划等。布林肯强调，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并不会因为各国政府换届而受影响。英方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6亿英镑的经济援助。The bottom line is this: we want Ukraine to win, and we're fully committed to keep marshalling the support that it needs for its brave defenders and citizens to do just that. Now, support for Ukraine will endure because it doesn't depend on any one country, any one party, any one election.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0号则称，他正在研究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的可能性。Lift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long-range weapons by Ukraine. We're working that out right now.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一天表示，拜登计划在当地时间13号同英国首相斯塔默会晤，讨论允许乌军使用美英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So not ruling out at this stage. We never rule out, but when we rule in, we want to make sure it's done in such a way that it can advance what the Ukrainians are trying to achieve. 与此同时，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10号表示，长期以来，防空一直是乌克兰防御联络小组和美国的优先事项。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改变。此外，英、德、法3国都支持乌克兰可以在俄罗斯境内使用远程巡航导弹。这次也是拉米作为英国外交大臣首次访问乌克兰。他早前重申，英国会保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英国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显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目前总值78亿英镑。不过，其中有大量英军士兵使用过的军事装备，包括被穿过原本要回收处理的军靴。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14辆挑战者2型坦克，但这批坦克在上世纪90年代的总市值为4700万英镑，而在2023年交付给乌克兰时只值1700万英镑。不过，英军表示，旧的军事装备仍有使用价值，还能避免浪费。英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英国还为乌克兰提供了超过42000人的军事培训。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政府可能会限制一批战略原材料出口，以报复西方的制裁。此举可能会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材料供应。普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在铀、钛、镍等战略原材料储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制裁限制了钻石等俄罗斯商品的出口，也许我们应该考虑限制措施。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经济实施了多项制裁，包括对一些金属和矿业公司的制裁。尽管如此，包括钯在内的许多大宗商品并未受到重大限制，仍在继续运往西方市场。当地时间9月10号晚，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举行首场电视辩论。辩论中，两人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观点。辩论后，双方都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10号晚辩论开始前，哈里斯走到特朗普面前，伸出了手，特朗普接受了握手，但这一礼节性的举动无法掩盖当天辩论的火药味儿。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自2016年与希拉里·克林顿同台会面以来，特朗普在总统辩论中首次与对手握手。有美国媒体形容这是一次尴尬的握手。在此前6月，拜登与特朗普的电视辩论中，两人并未握手。极为简短的礼节性寒暄后，两人首先就美国选民最关心的经济问题针锋相对。Let's talk about what Donald Trump left us. Donald Trump left us the worst
unemployment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Donald Trump left us the worst public health epidemic in a century. Donald Trump left us the worst attack on our democracy since the Civil War. And what we have done is clean up Donald Trump's mess. 透过直播镜头可以看到，特朗普发言时，哈里斯不时摇头，流露出不满与嘲笑的面部表情和口型。据悉，为了这场辩论，哈里斯专门进行了5天的闭关准备，并试图通过攻击性言论和表情激怒特朗普。哈里斯的策略有了一定效果，特朗普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势。期间，特朗普还无视主持人的问题，开始为他的竞选集会进行长篇大论的辩护，甚至语出惊人，声称有移民在俄亥俄州吃宠物。People that came in, they're eating the cats, they're eating the pets. 哈里斯听后摇摇头。辩论主持人之一的缪尔纠正说，俄亥俄州政府已经驳斥有关传闻，当地并没有宠物被人吃掉。随后，哈里斯还不忘落井下石，嘲讽全世界的领导人都在笑话特朗普。And world leaders are laughing at Donald Trump. I have talked with military leaders, some of whom worked with you, and they say you're a disgrace. 分析指出，比起今年6月特朗普与拜登的辩论，他与哈里斯这场1小时40分钟的辩论氛围更加热烈，内容丰富，两位辩手的语速也更快。刨去主持人用时和相互打断，特朗普的发言时间约43分钟，而哈里斯的用时超过37分半。另外，数据还显示，哈里斯的攻击性更强，他向特朗普发起攻击的时长为17分半，比特朗普多出4分半。辩论结束后，美国两党阵营都在庆祝自己的胜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连发多条消息庆祝胜利，称这是他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次辩论，因为两位主持人偏袒哈里斯，自己赢得了这场3对1的对决。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还群发电子邮件，宣布获得胜利。而另一边，哈里斯竞选团队表示，哈里斯是今晚唯一的获胜者，并称哈里斯已准备好在10月进行第2场辩论。对此，特朗普回应道：“只有输了的人才会想再进行一场比赛。” And well, we're looking at it, but you know, when you win, you don't really necessarily have to do it a second time. So we'll see. But we had I thought we had a great debate last n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What would need to change for you to agree to a second debate? Would you want different rules? Would you want a different format? Well, you know, when you don't win, it's like a fighter. When a fighter has a bad fight, gets knocked out, or loses the fight, the first thing he says is, "We want a rematch." So we won the debate according to every poll, every single poll. I think that are we going to do a rematch? I just don't know. But we'll think about it. 不过，根据辩论后即刻出炉的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哈里斯赢得了这次辩论，远远超过特朗普的37%。对于哈里斯而言，还有一重大利好。辩论结束后，美国知名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支持哈里斯，同时澄清有关自己支持特朗普的传言。上个月，特朗普发布多张宣称泰勒及歌迷支持特朗普的图片，随后被证实图片由 AI 生成。此外，泰勒还自称无子女的爱猫女士，同时配上了一张自己与爱猫的合照，将矛头指向特朗普竞选搭档万斯。此前，万斯曾经批评民主党多名领袖是没有孩子的养猫女。作为特朗普支持者的马斯克，随后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好吧，泰勒，你赢了，我会给你一个孩子，并用生命守护你的猫。”特朗普则对泰勒支持哈里斯的决定不以为然，还表示这位明星可能会在市场上为此付出代价。I was not a Taylor Swift fan. It was just a question of time. You couldn't possibly endorse Biden. You look at Biden, you couldn't possibly endorse him. But she's a very liberal person. She seems to always endorse a Democrat, and she'll probably pay a price for it in the marketplace.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哈里斯和特朗普进行辩论的次日早晨，两人便再次会面，并第2次握手。这一次是在纽约市的911纪念馆，两人出席美国911恐袭23周年纪念仪式。与会者包括美国总统拜登、特朗普竞选搭档万斯和其他政府人员。现场还有支持者高呼特朗普的名字，特朗普面带微笑并眨眼回应。关于哈里斯与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有知情人士透露，拜登与家人和工作人员一同在纽约市一家酒店观看了这场辩论。
going up to my granddaughter's birthday in New York. Then we're going to watch a debate. 辩论结束后，拜登发文表示，他认为优势在哈里斯，哈里斯证明了他是带领美国前进的最佳人选。而在此次辩论中，特朗普曾嘲讽拜登未尽总统职责，说他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特朗普此前也曾多次嘲讽拜登休假太多，但这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有统计数据显示，拜登在近4年的总统任期内共休假532天，约占在任时间中的40%，而美国人平均每年有11天的休假，即大概需要48年才积累到这么多的假期天数。